大家好，很高兴又回到了我的频道，我是 CJ。今天的影片主题是台湾首家储备比特币公司正式成立。大家再把影片看到最后，才不会错过精彩的内容。好，我们就来快速看到今天的第一则重要新闻，也就是7月的 PPI。就在8月14日晚间8点半，比特币瞬间暴跌高达4%，造成这么严重的状况，也就是今晚大家众所期待的一个数据——生产者物价指数 PPI，预测值2.5，但是公布值竟然是3年以来最大的一次成长，也就是3.3%。我们就直接来看到美联储的预测降息度，很明显可以看到，在昨天的时候还有高达94.3% 的一个降息几率，而在维持利率不变呢是0%，但是到了今天，维持利率不变竟然来到了9.4%，但是依然降息的机会还是很大的，所以在这一次的 PPI 数据还尚未影响到9月份的一个降息机会。再来，我们看到下一则新闻，也就是美国财政部长。美国财政部长早上的时候才放话说，9月降息将会从1码变成2码，这真是一个大利好的消息。但是到了晚间，他有如农夫在收割韭菜一般，说出了一句惊人的话，也就是说，美国将不会把比特币列入为战略储备资产。美国不会将比特币列为战略储备资产。重点是，他还说只会把现有的19000多颗的比特币不会将它卖出而已。所以就这一句话，加上刚刚的 PPI 数据，直接造成了盘面的一个闪崩。我们可以看到呢，合约的一个爆仓图，在昨天呢，也就是8月14号的时候，爆仓量呢已经高达了有10亿美元，而多单就有将近7.3亿美元。所以还是希望大家有做合约单的，一定要设好止损，才不会就是在这7.3亿美元的其中一员。好，我们再看到今天的最后一则新闻，也就是今天的重头戏。没有错，台版的 Stellage， 在美国有 Stellage， 日本有 Metaplay， 那台湾呢？就在今天，1993年3月成立的大丰有线电视宣布成立数位资产委员会，团队呢结合了风险管理、法务、治安与策略团队，而召集人也就是大丰有线电视的董事长戴永辉，就数据指出，在全台有线电视2017年526.9户，而到了2025年的第一季度呢，已经减少到了433万户人在使用有线电视。但是这是不是就是因为营收差，所以呢，大丰有线电视才会将比特币列入为公司储备资产，才会将比特币列入为但是是不是就是因为营收差，大丰有线电视才会将比特币列为公司储备资产？错了，在今年上半年他们公布的财报，营收就有10.78亿，而且呢，还比同期增加了2.2%。而现在这样很少人在使用有线电视，还有那么亮眼的成绩，真是不简单。所以很期待他们公布的比特币储备策略，也很恭喜大丰电股，也就是他们的股票呢，在今天呢直奔涨停板。日后如果大丰电股持续的飙涨，
将会带起台湾更多企业一同加入比特币储备资产战队。大家觉得台湾第一家的储备资产公司的诞生，会带动起更多的企业跟散户们投资加密货币吗？欢迎在下方评论区留言分享。好，那我今天的影片就到这边。如果喜欢我的观众，不喜欢我的观众，也要给我订阅、按赞、分享，并且一定要开启小铃铛，才不会错过我每天的重要资讯。那我们明天见，拜。